到底是什么样的巨货，竟然能拉断价值上万块的海竿？而镜头前的这位钓友惨如老狗，愤愤不平的铁蛋既气愤又很无奈。为了一探究竟，他拿出超大号鱼钩，挂上3斤的大鲅鱼，随手抛掷在大西洋上。忽然，巨货咬住了诱饵，向着前方急速逃命。原本以为这一次实事无吃牙，谁知接下来的1秒钟，鱼漂就被顶到了4米远。铁蛋急忙把鱼钩提了起来，真的吓死宝宝了。原本半弧形的鱼钩，竟被巨货硬生生啃成了7字形。于是铁蛋喊来了专业渔夫，开着渔船又到了之前的坐标点。不久之后，一条贪吃的巨货上钩了。有人说，苍天不负有心人，希望是上次一毁掉万元鱼竿的那货色。为了帮顾客抓到巨无霸，船长卡罗拉亲自出马一战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条巨无霸出奇的嚣张，眨眼睛就把鱼线拉走了166.66米。船长拼尽全力，不停地转动线轮，双方博弈180分钟之后，巨无霸已经被撩得完全没了体力。等他游到渔船的边上，三炮眼看时机已到，小步上前，奋力刺出，妥妥的正中目标。这是一条价值不菲的蓝鳍金枪鱼。此时的蓝鳍金枪鱼虽然身受重伤，但它并没有束手就擒，而是拖着鱼叉潜入海底拼命逃窜。经验老道的船长只用几个妙招，就逼着猎物游到渔船边。机智如我的三炮拿起鱼钩，狠狠地勾住蓝鳍金枪鱼的尾巴，直接将它拉了过来。卷毛立马拿起麻绳，成功将蓝鳍金枪鱼牢牢绑住。等巨货降温10分钟之后，利用起重机将巨无霸拉上了渔船。近距离观看这巨货，果然健硕如牛，鱼长有100英寸，妥妥的大家伙。此时所有船员兴奋不已，连忙往码头全速前进。精明鱼贩子切掉不值钱的鱼头鱼尾后，整条蓝鳍金枪鱼还剩376.5磅，樱桃红的色泽加上富含大量脂肪，鱼贩子闷着良心给出了$9的单价，所以整条鱼卖了3384美元，折合今天人民币汇率所得约为22944元。这是杰里米大师都羡慕的钓鱼方式，又是可怜的小青鱼当诱饵，随手被扔到大西洋。他奋力潜入海底试图逃命，30米、50米、120米。突然，船上的探鱼器发出了哔哔哔的声响，前方高能，有巨货正在逼近。下一秒，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一条价值上万的巨物咬钩了。熊大船长当面应战，因为他很久没有感受被巨物拉扯的感觉了。此时巨物的气焰甚是嚣张，一瞬间就把鱼线拽走了200多米。经验丰富的熊大船长淡定自若，只见他用力摇动线轮，企图逼迫巨物放慢速度，结果被突如其来的巨浪浇了一个透心凉。此时巨物也被吓得加速逃窜，长毛洞察先机，赶紧接手与其继续博弈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巨物犹如脱缰野马，一路狂奔，一个劲朝着前方疾驰而去。眼看500多米的钓线马上被拉完，熊大船长狂怒起来，猛踩油门全速前进，一股劲朝着巨物追去。但海上的风浪实在太大，要抓住这条庞然巨物绝非易事。长毛双手并用，是要与巨物分出高低。双方苦战1小时之后，长毛还是没能拿下巨物。老迪姐表示不服，他紧紧握住钓竿就开始开干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在经过2个半小时的博弈之后，突然一条庞然巨物逐渐泛出了绿光，在场所有人定睛一看，我的天呀！竟然是一条价值好几万的蓝鳍金枪鱼，顿时让掌舵的熊大船长忐忑不安。眼神锐利的长毛悄无声息对准蓝鳍金枪鱼呲了过去，我勒了个去，鱼叉竟然与钞票擦肩而过。幸好老迪杰经验丰富，这才没让巨物脱钩。老迪杰又苦战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迎来了第2波的猎杀时刻。熊大船长率先握住鱼叉，奋力一刺，准程度还是差那么一丢丢，鱼叉竟然只插中了鱼的尾巴。眼看鱼叉即将掉落，好几万的钞票随时不翼而飞，长毛迅速拿来钩棒与鱼叉齐头并用。危急时刻顺利把大鱼拖在船边，头脑灵活的老迪姐拿来海绳直接绑在大鱼的尾巴，预防它再次逃跑。祝贺他们钓到了第1条大鱼，3人激动地狂呼大叫。等大鱼降温10分钟之后，熊大船长使尽全力一拉，便把巨物拉上甲板，拿出尺子丈量了一下，整条鱼的长度达到81英寸，足足有2米长，超过当地法定的73英寸，所以不需要放生。经常去日料店用餐的朋友都知道，万元1斤的蓝鳍金枪鱼何其昂贵，那么鱼贩子会出多少钱1斤呢？很快他们就回到了格洛斯特港，鱼贩子拿出电锯3下5除2，偷偷砍掉不值钱的鱼头鱼尾，整条蓝鳍金枪鱼只剩下212磅。收购商熟练地割开鱼尾，确认品质，鲜红的鱼肉十分漂亮，脂肪纹理如霜降般融合在鱼肉之中，的确是条好鱼。但私心太重的收购商想多赚一点，只给出了每磅5美元的超低单价。熊大船长一行人忙碌了1整天，才赚1060美元。
再扣除成本利润所剩无几，真是出海有风险，卖鱼需谨慎。镜头来到了天天带钓这边，探鱼器哔哔哔响个不停，下一秒一条大货上钩了。铁蛋眼疾手快，将钓竿转移到空旷的船尾，拉西作为主钓手，直接跪到船沿上，动手遛鱼。铁蛋负责驾驶渔船，但这时风浪非常大，波涛汹涌的海面使钓鱼的成功率大大增加。更令拉西郁闷的是，这条鱼的游速实在太快，很快就靠近了熊大船长的渔船，并缠住了熊大船长的毛球。眼看带钓就要落空，危急关头，还是老迪姐给力，主动开离渔船，帮助他们摆脱危机。但拉西钓鱼的过程还是不尽人意，不仅要给海底巨物施加压力，迫使大鱼不再逃走，同时还得扶住渔船，因为他们的渔船实在太小了，稍有不慎便会坠入海底。看着海平面与船沿几乎持平，真为他们捏一把汗。带钓的收入虽然颇丰，但也伴随着高风险。很快时间过去了3个半小时，拉西仍然苦苦地支撑着。从钓竿弯曲程度来判断，这条海中巨物应该不小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股大浪即将袭来，两人瞬间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。究竟是何等巨物，竟将男人直接拖进大海，差点吃席。2个大男人钓不上一条鱼，这是多大的耻辱！铁蛋不甘认输，将鱼钩挂上飞鱼，甩竿开始钓鱼，势必要钓到这条海底巨物一雪前耻。突然，探鱼器发出了哔哔哔的声音，海底60英尺一条巨物正在靠近，下一秒钓竿就被拉拽得滋滋作响。为了抓到巨物，铁蛋一个箭步握住钓竿，万没想到左侧的钓竿也突然有鱼咬钩了。两人一左一右，全力硬抗巨物。谁曾想拉西的这条巨物很野蛮，在海底疯狂逃窜，突然发力，鱼线瞬间被拽断，巨物逃回大海。而铁蛋为了一雪前耻，直接跪在船沿博弈。20分钟后，拉西接手主钓，他快速往回收线，铁蛋负责掌舵，两人默契配合，慢慢溜着海底巨物。眼看巨物越来越近，铁蛋快速跑出驾驶舱，拿起鱼叉准备买定离手。虽然一招命中，但巨物并没有投降，还需要再扎一次。只因这是一条庞然大物。2分钟后，铁蛋终于等来了第2次的扎鱼机会。被铁蛋连击2次，金枪鱼疼痛难忍，他极力反抗，想为自己赢得一线生机。2位钓手可不会惯着他，使出浑身解数消耗巨物的体力。5分钟后，金枪鱼游到了船边，铁蛋拿出鱼钩将鱼尾勾出水面，而拉西利用尾绳绑住大鱼。万没想到，拉西绑着绑着，竟把自己搞到了大海。这也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。还好他游泳技能比较强，这才侥幸爬上船。10分钟后，两人使出吃奶之力，才将大鱼拉到甲板。拿出尺子测量，竟然长达116英寸，预估重量800磅，是一条罕见的蓝鳍金枪鱼。这真是时来运转，挡也挡不住。第一次出海就能钓到这种巨物，两人开着渔船疾驰而去。收购商利用起重机将巨物卸下，切掉鱼头鱼尾。这条巨物净重601磅，果然这条鱼的肉质无可挑剔。收购商出价每磅10美元，整条鱼卖了6010美元。这是我见过最酷的女钓手。一条价值3000美元的巨货刚刚咬钩，她拼尽全力迅速回收鱼线，战斗不到10分钟就将巨货拽出了海面。泰勒船长通过露出的鱼鳍判断，这条鱼至少重400斤。眼看胜利在望，两人兴奋不已。然而不出意外的情况下，果真发生了意外，巨货的尾巴竟被鱼线缠住了。这可大事不妙，一旦长时间缠绕，大鱼必会挣脱。翠花丝毫不慌，握住线轮快速卷线，只有保持摇摇欲坠的晃动感，才能稳住巨物。眼看大鱼离船越来越近，泰勒立马冲上来，握住鱼叉，瞄准大货就是猛扎。可以看到，此时的巨物依旧疯狂不已，他奋力挣扎，妄图逃走。翠花毫不留情，拿出绳子直接套住尾巴，谁知绳子偏移目标，这可吓坏了泰勒。万一大鱼就这样逃走，至少损失上万块。翠花立刻返回，重新套上尾绳。自此大功告成。蓝鳍金枪鱼是高速游翔的深海巨物，拉上来之前必须要放在船尾降温10分钟，防止被体内的高温灼暑。首战告捷，泰勒很开心，拿出尺子测量，这条蓝鳍金枪鱼足足有97英尺，也就是2.48米，也算是一条难得的大货了。两人马不停蹄的返港交付，收购商早已等候多时。
那么泰勒的这条鱼能否卖出高价？精明收购商偷偷割掉鱼头鱼尾，这条巨物重量依旧高达390磅，也就是354斤。至于品质堪称一绝，颜色红润，脂肪丰富，是有钱人最爱吃的优质好货。收购商兴奋地报价每磅6美元，整条鱼才给2340美元。我咧了个去，竟然卖出了白菜价。可惜泰勒船长不知道，他刚转身离开，这条鱼立马被收购商先动起来。2小时后，将乘坐专机直飞日本，以每磅60美元的单价出售给了日本的餐厅。泰勒翠花这次真是亏大了，从没见过这么爽的钓友，别人钓鱼裤衩都赔光了，而他们数钱数的手抽筋。就在上期，铁蛋耗时68分钟钓到一条鱼，转手卖给收购商，赚了6000多美元。当其他渔民得知消息后蜂拥而至，垂钓点瞬间挤满了渔船。突然线轮滋滋作响，达康号的渔船率先有巨物咬钩，强尼立刻上前稳住钓竿，鲍勃收走碍事的钓竿。不到10分钟，透过反光已能确认咬钩是一条蓝鳍金枪鱼，但尺寸偏小，好像不足法定的73英寸。强尼只能小心翼翼慢慢溜鱼，生怕拽坏小鱼的嘴巴。眼看金枪鱼离船越来越近，乔布斯并没有投射鱼叉，而是拿来了铁钩，趁着金枪鱼不注意，直接勾住它的嘴巴。两人默契配合，从后门将金枪鱼拉上甲板。经过测量，鱼身长76英寸，符合捕捞标准，因此不用放生。收购商割掉一块鱼肉，确认品质，樱桃红的颜色加上少许脂肪，整体还算不错。收购商爽快报价每磅9美元，去掉不值钱的鱼头鱼尾后，净重178磅，收入1602美元。与此同时，顶呱呱号的保罗船长已经3天没有钓到鱼了，为此特意花99美元买来了钓鱼神器，刚将诱饵抛入海中，他们就中鱼了。保罗冲出驾驶舱来到船尾，谁知上钩的是一条大青鲨，这真是倒霉到家了。此时的铁蛋很郁闷，他正在清理鱼线，上面沾满了黏糊糊的小水母，这玩意就像鱼卵，会暴露鱼线。瑞恩抬头一看，探鱼器哔哔哔响个不停。两人正要进屋吃饭，突然钓竿左右摇摆，一条大货上钩了。铁蛋想速战速决，快速卷动线轮，谁知发力过猛，裤子竟然掉了。瑞恩全力配合，在一旁指挥。博弈持续到58分钟时，巨物被拉到船边，目测是一条300磅的蓝鳍金枪鱼。瑞恩拿着鱼叉，瞅准时机，轻轻一刺。万万没想到，他的轻敌差点引发悲剧，金枪鱼受到惊吓，朝着船底加速逃窜，鱼叉也被拖进了大海。还好铁蛋苦苦支撑，这才化险为夷。两人继续博弈10分钟，金枪鱼再次浮出水面，瑞恩直接拿来尾钩。拽住金枪鱼的尾巴，两人合力绑上尾绳，钓鱼成功，放在船尾拖行10分钟降温。这条金枪鱼长度为77英寸，远超于业局的捕捞标准，因此不用放生。收购商偷偷割掉鱼头鱼尾，这条鱼还剩156磅。金枪鱼的颜色不错，有一点脂肪。收购商出价8美元，整条鱼赚了1248美元。这是杰里米大师都钓不到的海中巨物。渔民坐在船尾焦急地等它咬钩，突然钓竿被拉得滋滋作响。没错，一条价值上万的大货上钩了。乔治一马当先，握住钓竿，全力回收鱼线。就在我以为他是钓鱼王者之时，他竟败下了阵。乔梅眼疾手快，接手继续博弈。他遛鱼的技术确实很强，一顿操作猛如虎就将巨物拉了回来。定睛一看，我的妈呀，是一条价值几万的蓝鳍金枪鱼，这令乔梅兴奋不已。万万没想到，他竟把小拇指放在了收线器内，瞬间被鱼线死死地勒住，疼得乔梅嗷嗷直叫。幸好乔治及时帮忙，这才有惊无险保住小手。博弈到158分钟时，一条庞然大物泛出了绿光，但此时的巨物还在反抗，不断的冲刺。3秒后，戴夫船长瞄准巨物奋力一刺，扑通一声正中大鱼。乔梅火速拿来尾钩，4人默契配合，大鱼被拽到了船边，绑上尾绳，大功告成。但钓上鱼之后，并不能立刻拉上来。和大鱼博弈时，它体内产生了高温，需要在船尾拖行降温。而鱼鳍就是蓝鳍金枪鱼的冷却系统，如果不降温，鱼肉就会被高温烹饪的半生不熟。10分钟后，挂上钓钩，启动钓机，这条庞然大物被拽到了甲板。这是一条长达79英寸的小货，好在很肥。那么在日料店1万元一斤的蓝鳍金枪鱼，鱼贩这次又会给出多少钱一斤呢？鱼贩子偷偷割掉不值钱的鱼头鱼尾，这条小鱼还剩200磅。他只看了一眼鱼肉便报出了价格，每磅10美元。我的天，蓝鳍金枪鱼竟然卖出了牛肉价！戴夫船长以此入账2000美元，除去各项开支，他一天的收入仅剩1200美元。
这等收入也是妥妥的人生赢家。好了，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